生活里呢，好多长辈心里都有个误区，觉得自己能吃能拉，肚子不痛不胀，肠道就绝对健康，没什么毛病。直到体检做了大肠镜才吓一大跳，原来肠子里早就悄悄长了息肉，而且一长还不止一颗。很多人纳闷，为什么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息肉却偷偷长出来了。说白了，早期的肠息肉就是个哑巴病，它不会让你肚子痛，不会让你便血，也不会让你瘦下来，一点明显的不舒服都没有。你光靠看大便摸肚子，永远发现不了肠子深处的小问题。我在台湾做了快30年的基层养生，看过太多长辈一辈子没做过肠镜，直到查出大息肉甚至癌前病变，才后悔莫及。这么多年我就一个心得，肺肠道的病从来不是突然来的，都是悄悄藏了好多年，你忽视小信号，它就给你摊大事时。今天我不讲深奥医学术语，就用邻居医生的口气跟各位长辈掏心窝子说实话，句句都是实打实的钱货，没有半点忽悠，也没有半点吓人，只讲长辈能听懂、能记住、能照著做的话。很多长辈从来没想过，喝水这件小事居然能查出肠道的大问题。为什么喝水能自查？我跟你讲讲道理。健康的肠子工作特别有规律，我们喝进去的水大概70%会在胃和小肠就被身体吸收前进，剩下30%水分会慢慢流到大肠，大肠会再把水分回收一部分，把软软的食物残渣慢慢变成软硬刚好、成型前爽的大便。整个过程最少要3个钟头以上，一点都急不得。可一旦肠子里长了息肉，不管是一颗大的超过1公分的，还是好多小的散在结肠各处的，都会挤占肠道空间，挡住水分流动，打乱肠子蠕动的节奏。平时吃前饭、菜肉、食物是固体，慢慢挤过去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可水是液体，流动快，冲击力强，一喝下去，肠壁被撑开，蠕动变快，息肉带来的麻烦瞬间就被放大了。这就是最简单、不花钱、不用仪器，在家随时能做的自查法。我常跟长辈说，别忽视喝水后肚子的感受，这是肠子在跟你悄悄说话，你听不懂，它就一直藏住问题。大多数长辈平时只在乎拉肚子、便秘，觉得这才是肠子有病，从来不留意喝水后肚子胀不胀、痛不痛、想不想排便、有没有粘液，错过了提前发现息肉、防住大病的最好机会。我见过一个60多岁的阿嬷，反复粘液便3年，一直以为是湿气重，喝了无数红豆薏米水，最后便血才查出大息肉，差点就变成大病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各位长辈别再犯这种错。今天我把喝水后的4个关键信号一个一个讲透，你记住了就能早发现、早处理，少受罪。第一个信号，喝完水半个钟头内就急住想上厕所，而且长期大便软软烂烂，不成条，常常像糊一样，不成形，粘马桶冲不前进。健康人喝水后，水分走完整条肠道要3个钟头以上，绝对不会一下子就想排便。可息肉长在直肠，乙状结肠下段，就像在肠子里放了个小石子，一直摩擦，刺激肠子内壁的敏感神经，让肠子变得特别敏感，特别容易兴奋。喝水后水分一冲，肠壁一撑开，摩擦更厉害，肠子就会乱发信号，催住赶紧排便。大肠还没来得及回收水分，食物残渣就被赶出来了。时间久了就会一喝水、一吃饭就想上厕所，大便永远不成形。很多长辈以为是脾胃虚、肠胃敏感，吃了一堆调脾胃的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息肉在刺激肠子蠕动太快。我辅导过好多长辈，切掉息肉后不到半个月，大便就成型了，肚子也舒服了。这不是体质问题，是肠子里长了坏东西，你不处理永远好不了。第二个信号，喝完温水后肚子一直胀，咕噜咕噜响，气体积在肚子里，
半天排不出来，难受得很。这个症状跟息肉长在哪里关系特别大，息肉长在升结肠，横结肠上段就像把肠道局部变窄了。平时吃前饭、菜肉、食物是固体，慢慢挤过去，没感觉，渴水是液体，流动快，没阻力，一喝下去就卡在息肉上方的肠道里，流不下去，排不出来。本来大肠排空液体就比排空固体慢1倍，再加上息肉挡路，水分和气体堆在中段肠道，就会胀气，肚子响，难受。好多长辈以为是胃胀气、消化不良，吃健胃整肠丸、喝山楂水，越吃越没用。问题根本不在胃，全在肠子中段。我在社区讲课时，超过60%长辈都搞错位置，白白耽误时间，白吃药。别再瞎调理，找对地方才有用，窄地方才有用。第3个信号，一喝凉水、冰水、冰茶，肚子就一阵一阵绞痛，像针扎，像抽筋。上完厕所放个屁，马上就不痛了。好多长辈以为是受凉，肠胃寒拉肚子，随便吃点止泻药暖暖肚子就不管了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普通健康肠子喝凉水顶多肚子凉凉的，有点不舒服，绝对不会阵痛、绞痛。可腺瘤性息肉，黏膜薄，血管多，特别怕冷。凉水一进去，低温会让息肉周围的血管突然收缩，肠子肌肉强烈痉挛抽筋，就会一阵一阵痛，位置不固定，肚脐周围、左右下腹都有可能痛。说白了，就是水和气卡在息肉上方，压力太高，排便排气后压力释放，痉挛缓解，痛就消失了。我见过一个65岁的阿伯，反复痛2年，一直当肠胃感冒治，最后便血才查出一颗1.5公分的大息肉，差点变大病，真的太吓人了。这种痛不是普通受凉，是息肉在给你发警报，千万别忽视塞第4个信号。每次喝水后排便，大便表面有一层透明黏糊糊的粘液，擦屁股时卫生纸黏糊糊的，擦不前进，健康肠子只会分泌一点点粘液，用来润滑肠道，帮助排便，少到肉眼看不见。可息肉会让肠子表皮细胞乱分泌，疯狂分泌，粘液变成原来的3到5倍。平时大便前硬，粘液包在里面，看不到。喝水后大便变软，水分多，粘液被稀释浮在大便表面。好多长辈说是体内湿气重，脾胃差，喝红豆薏米水、四神汤，吃健脾药喝了几个月，半年粘液还是有，一点都没改善。根本不是湿气，不是脾胃，是息肉在分泌坏东西。息肉越大越多，粘液越多越频繁，这是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准最灵的信号。我辅导过的长辈超过80%有粘液，便一查90%以上都有息肉。别再怪湿气，是肠子里长了息肉，你不处理，粘液永远消不掉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实话实说，讲清楚底线。喝水后的感受只能当作提醒，当作预警，当作自查线索，大家绝对不能直接说就是息肉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，不能自己乱治疗。经常熬夜、吃的油、喝酒多、肠胃弱、压力大的人也会有类似不舒服。而且临床上有不少长辈长了息肉，全程没任何感觉，一点不舒服都没有，直到体检才发现。但是只要2种以上症状连续1个月反复出现，一直不好，别再说是体质寒、肠胃娇气、湿气重、脾胃差，赶紧去查肠道做肠镜，别硬扛，别拖，别侥幸，舍拖1天风险就多1分，早查1天就多1分安全。接下来我给各位长辈一套简简单单能直接照著做，一步都不难的肠道检查保养方案，每一步都具体，好执行，不讲空话，不讲难话，都是长辈能做到能坚持的事。第一，做大便检查一定要选免疫法，粪便潜血检查，别选那种几块钱便宜的化学法，不准容易错，容易漏检。分3天，每天查1次，一共查3次。早上第1次大便
取一点样本就好，很简单不麻烦。只要一次结果有问题，显示有血，赶紧预约大肠镜，别犹豫别拖，就算3次都正常，没血只要喝水后肚子不舒服，有粘液便，大便不成形，也不能放松，不能放心。早期小息肉、小腺瘤很少出血，不破溃，潜血检查查不到，容易漏检，不能只靠这一项就觉得没事就放心。我见过好多长辈潜血正常，结果照镜子还是有息肉，别侥幸别赌运气。炸肠道的事宁可白查，不可漏查查。第二，哪些人一定要优先做肠镜？每年查一次，年满45岁以上，不管有没有不舒服，直系亲人、父母兄弟姐妹、子女有息肉或大肠癌病史，家族有病史，自己长期有慢性结肠炎，经常拉肚子、肚子痛、大便潜血异常，有血长期便秘、大便变细，排便不前进，总想上厕所，30岁以上，长期喝水后肚子不舒服，有粘液便，大便不成形。这些人每年固定做一次肠镜，别省钱，别怕麻烦，别怕痛。现在无痛肠镜很普遍，睡一觉就好，没感觉不难受。按国内消化科标准，普通人45岁开始查，有家族史、肠炎、长期不舒服的高危人群，40岁甚至35岁就要开始，别觉得年轻就没事。现在长辈作息乱，吃油腻，喝酒多，压力大，息肉年龄越来越年轻。我见过38岁就长大息肉，癌前病变的千万别大意，别掉以轻心。肠镜不是浪费钱，是保命的检查。第三，养成2个喝水习惯，好判断肠子真实情况，不误判不搞错。每天早上起床空腹，喝一杯38到40度的温水，大概200毫升，慢慢喝，别大口猛灌。喝完后半个钟头，仔细感受肚子胀不胀、痛不痛、想不想排便、有没有粘液，把这些细节记下来，写在手机备忘录或小本子上。看医生时，原本本告诉医生，医生一听就懂，一查就准。平时全程喝温水，常温水，别喝冰水、冰茶、冰咖啡、冰果汁，别喝太烫的热水、滚烫的茶，避免冷热刺激，伤害肠道黏膜。分清是肠子有病变，长了息肉，还是外界刺激、受凉吃坏东西导致的不舒服。不搞错，不误判，不白担心，不白吃药。好多长辈又喝冰水，又吃辣，又喝酒，肚子不舒服，分不清是刺激还是息肉，白耽误检查，白浪费时间。债习惯养对了，自查就准确，不白忙活债。第四，调整饮食，管住嘴，少让息肉长出来，少复发，少受罪。已经查出小息肉，切过息肉，有家族史、肠炎的长辈少吃牛肉、羊肉、猪肉这些红肉，少吃香肠、腊肉、咸肉、火腿、培根、罐头这些加工肉、腌制肉、熏制肉，一周最多吃2次，一次别超过1个手掌大，大概100克，别顿顿吃，天天吃，吃太多，每天吃够20到25克膳食纤维。换成家常饭菜，就是1碗无糖燕麦、100克木耳或魔芋，一大盘绿叶青菜、菠菜、油麦菜、空心菜、白菜，半个苹果或梨。膳食纤维能吸附肠子里坏东西、毒素、坏胆汁，减少肠子刺激，保护肠黏膜，少肠息肉，少复发，少生病。好多长辈切了息肉又常吃，反复肠就是因为还在乱吃红肉、加工肉，吃太少蔬菜，膳食纤维不够，白挨一刀，白受罪。白管住嘴比吃药有用，比调理有用。再跟各位长辈说清楚，讲明白，肠息肉本身是良性的，不是癌，不会一下子变癌，不用怕，不用慌，不用吓自己。但腺瘤性息肉是大肠癌最主要、最直接、最常见的源头，前身从一颗小小的腺瘤息肉慢慢长大，变坏变癌，要5到10年甚至更久，时间很长，
机会很多，窗口期很足，只要做肠镜发现息肉，赶紧切掉就能杜绝大病，远离癌变，健健康康。大部分肠道重病、大肠癌都是因为早期息肉没感觉，被忽视、被拖，等到便血变瘦、腹痛、排便梗阻，排不出便已经来不及，不好治，风险高，受罪多。早发现，早切除，早安心，拖到最后就是拿自己的健康赌运气赛，用喝水看肚子反应，不花钱，不伤身，无创伤，随时随地能做。虽然不如医生检查肠镜准确，但能第一时间抓住身体最细微、最容易被忽视的变化。肠子里多一块组织，长一颗息肉，一定会打乱正常工作，扰乱水分流动，改变蠕动节奏。这些不起眼、没人在意的小症状、小不舒服，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，在求救。再说我有问题了，快来看看我。好多大病、重病都是从不在乎小细节、小不舒服开始的。各位长辈别硬扛，别侥幸，别觉得我没事，我硬朗，我不会生病。重视身体的小信号、小提醒，及时检查，及时处理，及时调理，就能远离大病，健健康康，吃嘛嘛香，天天开心，享福过日子。今天的话就跟各位长辈讲到这里，句句真心，句句实话，句句钱货，没有半点忽悠，没有半点吓人。希望大家都能听进去，记在心里，照住做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肠道，照顾自己的身体。身体好才是真的好，才能享福，才能开心。本内容只是养生科普，仅供参考，仅做日常保健提醒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，不能代替治疗，不能指导用药，不能自己乱处理。身体不舒服有异常，一定要去看医生，挂消化科，听医生的话，做专业检查，别自己乱判断、乱吃药、乱调理，耽误病情，伤害身体。祝各位长辈身体硬朗，肠道健康，吃嘛嘛香，睡眠好，心情好，天天开心，健康长寿。我们下次再聊，继续分享实用、好懂、能照著作的养生知识。